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過了50歲之後呢，除了發現自己的皮膚在慢慢的改變，然而我的化妝方式也慢慢的在改變了。那並不是因為我自己想改，而是以前的那一套化妝方式真的已經不管用了。更麻煩的是網絡上越來越多的美妝教程比較適合年輕人，並不適合我們這個年齡，好像畫的時候呢都不是我自己的臉。所以今天我也想和大家聊一聊這幾年來我自己慢慢摸索出來的這5件事。這些並不是我從書上看來的，或者是在網絡上學到了，雖然也有那麼一點點，但是大部分的時間呢都是我自己畫錯了，照着鏡子看看都不像自己，才慢慢的這樣一步步學會的。首先第一點就是要自己的心態放正了，不要再去追求完美的妝容。我自己臉上呢有皺紋，有泛紅，也有色斑。以前刚刚開始的時候呢，我會一層一層的疊加，想把臉上所有的這些瑕疵都遮蓋掉。結果呢，大家都已經會想象得到了吧，這張臉根本看上去就不像自己的臉，像是戴了一個面具。所以後來呢，我就改變了一個想法，與其遮蓋，不如就選一個我今天想處理的地方。舉個例子來說吧，就好像比如說我發現我今天的皮膚泛紅的情況比較嚴重，那我就針對泛紅的情況去處理。我會用 Embryol 這個 CC Cream 來改善我泛紅的情況。又或者呢，我會發现我自己的眼圈比較黑，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那我就着重處理黑眼圈的問題，可以用修正色來打亮我的眼下黑眼圈，再上一點點遮瑕就可以了，不需要全部都遮掉，只要遮到7、8分，讓自己看上去比較有精神就可以了。最主要的還是我們自己皮膚的保養，只要我們皮膚的狀態好，妝容就會自然好看。所以皮膚的保養真的很重要。同時在我們化妝的時候，皮膚的狀態好了，我們就可以少用一點化妝品。少真的不代表隨便，有時候少一點反而更像自己。第二點就是化妝擺的位置比用什麼產品更重要，這也是讓我改變最大的一個概念。以前呢，我會花很多時間去研究用哪一支化妝品更好用，但現在我更在意的是放在哪裡。就說眼線好了，我呢有眼皮下垂，如果我在畫眼線的時候，為了刻意的去把眼線往上畫，那眼線就會完全消失。我們把眼睛抬起來的時候才能看到自己的眼線，如果你往上畫的話，等眼皮放下來，它就把我們畫好的眼線遮蓋掉了。所以後來呢，我就改成把眼線往平行方向去拉，畫一條比較自然的線條。這時候看上去就更自然，不會讓下垂的眼皮把我的眼線遮蓋掉。同樣畫腮紅也是一樣，年輕的時候對着鏡子笑去畫腮紅，畫在蘋果肌上，但是一旦不笑呢，那個位置就往下跑了，看起來很奇怪。所以我現在在擦腮紅的時候，都會在我的 cheekbone 上面一點點這樣去暈開，那裡就不會跑路了。當然你的臉型和我不一樣，所以怎麼樣調整也會不一樣。但是有一件事是共通的，年紀大了之後，我們更需要了解自己的臉，而不是一味跟着那些化妝師教你怎麼樣去畫去粘貼。因為往往有時候一些化妝師他教的化妝都是在一些比較年輕的 model 身上去展現，有時候那樣的方式方法呢就并不一定適合在我們的臉上使用。第3點，蜜粉或者是定妝粉並不是敵人，但用多了才是問題。大家都會說熟齡期不適合用蜜粉，會顯乾，會卡紋，這些我都懂，我都經歷過。但是完全不用的話，特別是到了夏天，容易出汗出油，這個妝呢有時候就會撐不住。所以後來呢，我就找到了一個平衡點。在化妝之前呢，為了盡量避免妝後使用蜜粉或者是定妝粉，那在妝前呢，我就一定會使用 primer 或者是化妝水，这樣呢就可以讓我的妝感保持持久。像這瓶呢，我就很喜歡用，在化妝之前呢噴一噴，讓你的肌膚滋潤保濕，到最後化完妝你也可以用它來定妝，一點不會讓你的臉覺得很乾。噴完之後呢，就會給你一個很自然的妝感。另外我還會在妝前用這個 RMS Beauty 的 Primer， 我不會用它全臉去擦，我只會呢擦在局部地區，這樣可以保持我的妝持久，但是並不會卡紋。當然了，如果是到了夏天，又或者是你是油性肌膚，就算你喜歡上蜜粉呢，也可以在局部地區，特別是出油的鼻翼兩側或者是額頭啊、下巴這些地方，輕輕的去掃一下蜜粉就可以，真的不需要全臉的去上蜜粉。如果蜜粉上太多，時間一久呢，它肯定就會卡紋。還有呢，我發現這個是很好用的，它是一個 gel to powder 的
它裡面呢是透明的，像這一類透明的，摸上去呢有點像 gel， 但是過一會兒呢它就乾了，像粉狀，摸上去像粉狀，這個非常好用，特別是到夏天我會帶在包裡，如果是鼻翼兩側開始出油了，我就會少少沾取它，在這些鼻翼两側稍微的給它擦一點，它不粘，它就馬上就變成 powder 了，很輕，你不會感覺到有粉感，馬上就會把這個油光壓下去，特別是到了夏天，比蜜粉更好用。第4點就是臉上的每個區域需要的東西都不一樣，這個觀念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轉變。以前呢，我會把粉底在整個臉上都去塗滿，每個地方呢都是一樣厚，認為這些 foundation 就能把我所有的瑕疵都能遮蓋掉。但是這樣的方法塗在熟齡肌上真的是不好看。現在呢，我是這樣的，眼下呢我只需要一点點提亮色，有時候有黑眼圈就用矫正色，薄薄的就好，多了就會卡紋。另外呢，在我的两頰是我泛紅比较明显的地方，這裡呢平時如果不化妝，我就會用到 CC cream 去給它遮蓋一下，均勻我的膚色。如果需要化妝呢，我就會用到這個 Tint Balm， 只要很輕薄的在我的臉上擦均勻就好。那在臉的輪廓兩邊，我基本上是不用修容，當然每個人的臉型不一樣，如果你需要去用一些修容啊，也是一定要記得少量，因為修容对我們亞洲人來說上的不好，就会显得髒髒的，反而起到一個反效果。所以我現在化妝的習慣並不一定要是所有化妝每一個步驟都要走到足，好像一套程序一定要這麼完整的走下來似的。現在的我呢，反而每次在化妝之前照一下鏡子，先看看今天的臉，然後再去做一些小決定，看看哪個部位是我今天需要去修飾的。用這樣的方式讓我用的妝量就少很多，但看起來卻更自然。第5點就是化妝的質感比遮蓋力更重要。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比如說我以前比較追求讓自己顯白，然後呢還要遮蓋臉上的瑕疵斑點，還有呢就是要追求讓自己的肌膚看上去超水潤、超有光澤的、超發光的那種感觉。但是剛上妝的時候，皮膚看起來是閃閃發光，像喝飽了水一樣。但是現在這種感覺它撐不住，幾個小時之後呢就開始移位，還需要呢再去補蜜粉。後來呢我也換了方向，選擇底妝呢也盡量是不要那麼油的，最好呢是比較有斷光質感的，不是霧面呢，因為霧面實在是太乾了，但也不是那種超水光的那种质地，是介於在中間的，給你有那种非常輕微的绸緞的那种自然光澤。當然每個人的膚質不一樣，油性肌膚的人呢比較適合霧面的妝，那乾性肌膚的人呢比較適合水光感的。總之不管你選擇怎麼樣的底妝，根據自己的喜好，我的建議呢就是不要只看遮瑕力，先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在你臉上呈現的持妝度是怎麼樣，然後再去決定。现在回頭看，我的化妝方式真的變了很多，不再拼命的遮，拼命的疊，不再跟年輕時候的自己比。我更在乎的是這個妝是不是我。你們有沒有在熟齡之後改變過一些什麼化妝習慣呢？很想聽聽你們的故事，歡迎在下面的留言框裡留言給我。那好，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如果今天視頻對你有幫助的話，請記得點讚、訂閱和分享。那我們下次再見啦，拜拜。